大家好，我是新芒。今天呢，准备给大家带来第一个工作流的教学啊，其实也不能说是教学吧，因为我本人其实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啊。那么，首先跟你们说一下我的这个更新频率吧，因为我呢，其实也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的更新频率呢，我不敢保证更新的太频繁，我尽量给大家保证，就是忙的时候一周能更新一次，然后闲的时候呢，我反正也是，只要有一些新东西，我有精力去弄，我就尽量给大家更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我们第一个工作流，我的工作流呢，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不装节点就不装节点，能用已有的节点实现就用已有的节点实现，所以说呢，嗯。尽量避免我们这个新手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因为各种节点依赖的这个冲突导致可能各种报错吧反正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吧。然后呢，我的工作流呢也分为了本地版还有这个云端版也就是 Running Hub 线上版那么两个版本呢，由于它们的节点资源库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相当于我这个工作流要做两套要做两套，虽然是同样的功能。这个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多多点赞支持我一下。那么首先呢，我给你们讲解一下这个本地版的这个工作流工作流的名称呢是用于 AI 生成图像的ZImageTuber 的文生图的工作流。那么这个工作流呢，它是基于官方版修改得来的那么主要呢是在官方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提示词的自动优化，以及生图的高清放大功能。那么高清放大功能呢，在 ComfyUI 最新的内核版本应该是将 CWR 的这个放大已经内置成官方节点了所以后面用可能会省力一些那么我这个工作流呢，因为内核的版本还没有更新所以我暂时呢也不准备再改节点了。如果后面有需要呢，我再会升级这个工作流，升级成 V2 版到时候会再优化一下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工作流中的模型加载对于这个工作流来说呢，它使用的模型，你们呢可以用原版的 ZImageTuber BF16那么也可以用社区优化版那么社区优化版呢，我这里有两个一个都是目的大佬的，一个是这个超越真实这个真实，还有一个是 Pro，那么这两个模型呢，V13这个会宽松一些，那么 V7呢就是人像美学优化方面的一些模型。那么你们呢？我觉得这些模型反正足够是我自己的日常需求了。你们的话呢，感兴趣也可以都下载下来看一看然后它的 Clip 呢，就是官方的千问的3-4B 这个模型，然后 Ultra Flux VAE，这个呢它是跟官方的 VAE 不一样的。官方的 VAE 呢，它是使用的 Flux 模型的 AE 点Safe Tensors 那么后来呢出现了一个这个不知道是 Flux 优化版还是社区优化版那么它的名字呢叫 Ultra Flux 那这 VAE 呢是我自己加上的它的原来那个 AE 的名称叫 Ultra Flux 那么这些模型呢，我回头都会放在我的网盘链接里，你们可以在视频下面的简介区去网盘里面去找，然后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呢是它的 LoRa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模型来说呢ZImageTuber 它目前呢有一些 LoRa算是通用的比较好的一些 LoRa 比如第一个FDPO 那么这个 LoRa 呢它的作用主要是改善我们 ZImageTuber 生成的这个图像的颜色嗯怎么说呢？就是加上这个 LoRa 之后呢，通常它的颜色会更饱和一些因为我们的 ImageTuber 呢，它在生成图像的时候，有时候颜色会偏淡一些那么如果你使用这个 LoRa 的话呢，权重也不推荐放得太高不然你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儿太饱和了可能也是因为我看 ZImageTuber 原生的图像看习惯了这个我一旦权重给它开高了，我就觉得饱和度太高所以我一般给大家开个0.2。然后第二个 LoRa 呢，就是 Coco 大佬的这个瑶光模型，它呢也是针对人像进行优化的那么这个瑶光模型呢，它加上去之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一般就是人物它的面部或者是服饰都会有一种就是化妆的感觉都会有一种就是精妆的感觉所以呢就是相当于美颜滤镜吧这个其实是类似于化妆的那种感觉
啊，所以说呢，生成的这个人物呢，确实会颜值更高啊，确实会颜值更高。然后第三个这个 LoRa 呢，它是一个增强细节的 LoRa，哎，这个呢是红潮大佬啊，这个也是作者是不是叫红潮不知道，哎，反正是不过这个 LoRa 说实话我用起来我感觉区别不是太明显，可能是生成大图的时候会比较有用吧。啊，那么反正也放在了我的网盘里，你们感兴趣可以试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参数输入啊，那么参数输入呢，你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在提示词输入框里，哎，输入一个简洁的提示词啊，比如这个啊，我这输入啊一个帅哥在录音棚唱歌啊，那么这个提示词呢，哎，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简单的提示词就可以了，哎，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开启提示词优化，哎，让它呢把我们输入的简单提示词，哎，给翻译成 ZImageTuber 能够理解的那种自然段落的长提示词，哎，这样的话呢，它的细节会更多一些啊，不至于背景很简单什么的啊。那么提示词优化呢，其实它有两种方法，哎，一种呢就是用本地的千问提示词优化，哎，那么我这里呢，哎，采用的是千问3.6啊，千问3.6这个是视觉模型啊。那么对于 ComfyUI 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电脑来说啊，我们目前在 ComfyUI 里，用的比较好的 LM 模型呢，其实也就是千问系列的了啊，还有伽马4，对吧？哎，那么当然大语言模型很多，包括我们的 DeepSeek 其实也都是开源的，对吧？包括最新的 K3啊，Kimi K3，哎，以及这个千问3.8好像也准备开源了。那么它们能不能用在我们的 ComfyUI 里进行提示词优化呢？这个怎么说呢？哎，首先呢，我们的 ComfyUI 啊，我相信玩它的人大部分都是消费级电脑，对吧？你们的显存应该大部分应该不会超过16G 啊。这个有些副根呢，它可能是24G 的5090，或者是这个32G 的5090啊。那么即使这样啊，其实它跑一些大模型啊，就是你量化的话可能还好一些，但是不量化的话呢，5090也是跑不下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 ComfyUI 来使用来说呢，我相信你们不希望光一个提示词优化就需要30秒、40秒、1分钟这样的情况吧？哎，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一款小而快、快而精的一个提示词反推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用3.5或3.6啊就可以了。哎，千问3呢，其实好像也挺慢的啊。那么3.6呢，其实它目前这个两个版本啊，我之前呢在介绍模型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哎，我用3.6呢，感觉要比3.5要好一些。但是呢，3.6它的安装啊，使用的节点，哎，这里呢要用到我们这个 TE 大佬开发的一个 ComfyUI Llama-TE，哎，这个节点，啊，这个节点呢，它的地址啊是这个，哎，你们直接在你们的启动器里搜啊，或者到 GitHub 上去搜啊，其实就可以搜到，哎，TE 大佬这个节点。这个节点呢，目前主要支持的是千问的这3个系列的本地模型以及伽马4啊这4种模型啊，够用了啊，英文、中文都有了，对吧？哎，然后呢，大部分现在 Llama CPP 的节点呢，都是用最高支持3.5啊，最高支持3.5，所以呢，你想用3.6的话呢，你就需要去安装 TE 大佬的这个节点。那么只安装这个节点呢，其实也是不够的啊，你还得安装 Llama 的一个轮子啊。在这里呢，这个 Llama 的轮子呢，哎，在 GitHub 上你也可以去搜啊，你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搜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啊，搜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哎，找到它的发布版。那么在这里呢，就找一找哪个是跟你的环境相匹配的。哎，就比如 CU131呢，它指的是 CUDA 啊，CUDA 版本。哎，CUDA 版本呢是131的啊，13.1的。哎，那么你们呢，需要找到合适自己的环境的一个 CUDA。那么，我也跟你们说一下我的这个 CUDA 环境吧。啊，我的 CUDA 环境呢是130啊，13.0的。然后我的 Python 版本呢是3.12的。然后 PyTorch 呢是2.11的。啊，这是我自己的环境啊。那么这个轮子呢，我回头看看，我看我把我的轮子要不要放网盘啊？不过说实话，每个人环境不一样，其实它轮子就不一样啊。所以最好还是建议你们直接去这里找啊，找到跟你们环境匹配的轮子，哎，然后呢用启动器装上，或者是问一下豆包用命令行怎么装，哎，把这个轮子给装上。装上之后呢，你这个节点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啊，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注意的是，千问3.6呢，其实它的模型文件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像我这个 A3B 的模型大概15个G 吧，
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使用它呢，对你的显存要求其实还是挺大的。如果你们只有8GB 的显存呢，你们如果想用这个千万3.6啊 A3B，哎，那么你们可以去找它的这个量化版啊，找它的量化版，比如 Q2版。那么模型在哪儿找呢？模型你们可以到 Hugging Face 的一个镜像网站，哎，这个呢是不需要魔法的啊，也可以在这儿找。哎，在这儿找呢，你们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搜啊，千问啊3.6，哎35B 啊35B A3B，哎，然后呢到这里面去找它相应的 GGF 量化版就可以了。哎，那么对于你们8G 显存以下的呢，你们可能只能用 Q2版本的量化。啊，Q4版本的话呢，也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呢，如果是的话呢，你们需要把这个打开啊，需要把这个打开，就是将我们，千问3.6，大部分专家的这个推理呢，放在 CPU 上去推理啊。那么放在 CPU 上推理呢，如果你想推理的更快，那么你的 CPU 性能也是要求比较强劲的啊，尤其是这个单核性能也比较高。那么我也试了呢，如果我把推理，这里打开处，专家推理全放在 CPU 上的话呢，它的时间大概要比，这个。我把前16个层的专家放在 CPU 上，要慢个5到10秒吧，啊，慢个5到10秒。啊，像我这个16G 显存呢，我就是只用这里16层上专家上 CPU 就可以了。如果你们显存小的话呢，就把这个处打开，所有层都上 CPU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显存占用大概是4个 G 吧，啊，4、5个 G 可能，啊，你们可以去试一下。但是你们的内存也要求大啊。如果你们实在是跑不下这个3.6呢，那你们就用3.5就可以了。它这个节点呢也可以用3.5啊。那么3.5的模型呢，回头我也放在我的网盘里。那么我用的这个模型呢，因为它不一定适合你们啊，所以呢，我只会放我用的这些模型啊。如果不适合你们呢，你们可以去 Hugging Face 镜像网站再去找，行吧？然后16G 呢，你的这个16G 的显存啊，你可以设置的跟我一样。我的电脑配置呢是16G 显存，64G 内存。然后提示词反推呢，就是本地的提示反推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呢，你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需要用到提示词反推，那么你需要将这里的展示文本的输出字符串给接到这里啊，给接到这里。接到这里的话呢，你最后生成的提示词才会输入到clip 里，进行这个采样。啊，那么如果你这里没有接呢，那它的提示词最后输出它是不会使用它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用本地的模型推理，那么你用 ConfUI 的节点去使用这些语言大模型呢，它的生成速度要比你用 Ollama 啊，还有 LLM 啊，然后接 API 再去生成提示词要快得多啊，要快得多。所以说呢，如果你用 ConfUI 做提示词优化，最好还是直接用节点啊，最好直接用节点啊，不要用 Ollama 和 Llama 再去转啊，那样速度会慢很多。那么提示词呢，它的优化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啊，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提示词小助手啊。那么提示词小助手呢，它的这个使用，通常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作者啊，它的作者呢是这个阿伟哥，那么它的 B 站呢主页它也有介绍啊，提示词小助手它的安装地址啊在这里，然后呢，这个阿伟哥呢他的页面里也有关于它的提示词助手的一个使用方法，你们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在这里呢，你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右键的使用啊，这个比较隐蔽，对吧？提示词优化呢，你对它右键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一些提示词的这个管理，你也可以接 API，API 呢，你也可以选用哪个模型，那么选定之后呢，你们再单击优化就可以了啊，单击优化，那么它呢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提示词优化完了。当然呢，你如果想进行提示词优化的话呢，你首先要有这个 API 啊，要接入外部的 API。以及这个 API 要有额度才可以啊。那么这个 API 的接入呢，它就在你们的这个设置里啊，提示词小助手啊，在这里呢有个规则管理器推的提示词啊，每个都可以设啊，每个都可以设。然后这个呢就是 API 管理器啊，你要设你的 API 管理器，设你 API 相关的一些参数。这样的话呢，我们不需要接任何额外的节点，看到吗？如果你提示词小助手 API 配好了，这个框其实就可以删掉了。直接在 Clip 里优化都可以会很方便会很方便，这还会翻译对吧？很方便。然后这是提示词的这个优化这是跟官方版不太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图像的尺寸啊。图像的尺寸呢，在这里我采用的这个节点呢，其实我目前电脑上也就装了44个节点吧。啊，我这个环境还是比较新的啊，因为我准备从零开始做教程啊，目前只装了44个节点啊，所以呢，我目前呢，我的教程就是能不装新的节点我就不装新的节点啊。然后呢，它这个分辨率，这个分辨率呢，它的这个尺寸选择，这个可以看到其实也不是很多，对吧？啊，其实也不是很多，那么这里呢，如果你这两个数都是零啊，如果这里的宽和高都是零，那么它就会使用分辨率的这个尺寸。那么如果你这里已经手动输入了宽和高，那么它就会采用你手动输入的这个宽和高啊，就比如你这里输入的是2048，乘以1024，那么最后呢，这个 latent 它的大小就是2048乘以1024，你最后生成的图像的大小就是2048乘以1024，那么如果你这两个值都是设为零的话呢，它的 latent 的宽和高呢就会按照这个去选啊，所以说这个节点它也可以自定义啊，也可以自定义尺寸。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随机种子啊，随机种子呢，我推荐你们呢是用固定的方式啊，每次想要换一张图呢，你们就手动点击一下啊，手动点击一下，除非呢你们是想批量生成图片，不然呢我推荐你们就是手动的去更改随机种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时候抽卡会抽到一张好看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先把种子固定下来，对吧？那么如果你用的是随机模式的话呢，那么它下次生成它的种子就变了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好找了。所以说我希望你们呢，我觉得还是这种方式好，就是手动去点。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放大啊，就是因为放大。那么如果你第一次生成图比较好看，但是呢有点模糊，你想放大高清怎么办呢？你的种子如果是固定的，那么你下次直接点击运行，那么它呢就不会重新再生成一张图片了，而是呢在这个图片的基础上直接进行放大，这样比较省时间。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通过这个API 的提示词优化，我们来生成一张图片来看看啊。那么趁着它生成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采样输出类的节点啊。采样输出里边的这个采样算法一味的3啊，它这是跟官方工作流是一样的。你把它去掉呢，其实也能生成，但是呢，它的这个构图就会奇怪一点。然后采样器呢，在这里的步数啊，推荐是8到10步啊，在这里呢，我用的是9步。然后采样器跟调度器呢，下面有一个推荐值。那么经过我实测呢，我觉得还是用这个比较好吧。那么后面的社区其实也出了一些其他的调度器啊，比如像那个 Flow 开头那个啊，那个调度器呢，确实也有一定的改善啊，确实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我觉得不值当的再去通过安装一个节点去优化啊，所以我也没有再装那个节点啊。这个调度器呢，那个 Flow 开头那个调度器呢，如果想安装的话呢，需要安装一个节点。啊，在这里呢，它就已经生成了，对吧？这个时间是多久？啊，这个40秒，这么久吗？哦，采样其实只有10秒，啊，是因为这里提示词反推了。哦，它这个地方呢是用我优化之后的提示词，然后再经过本地又优化了一下，优化了2遍。啊，在这里我们把它关掉。如果你们的节点这个上边没有这3个点呢，那是因为在哪儿呢？因为在这个 RG 的这个节点这里，它有一个在分组标题上显示快图开关啊，这3个把它勾上就有了，保存一下就有了。啊，有时候呢我用这个会比较方便啊，我就不想再用那个忽略多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生成了一张图片，对吧？生成这张图片之后呢，其实它还是有点模糊的啊，因为它只有1K 分辨率，对吧？那么1K 分辨率之后呢，如果我们想放大，想放大，那么如果你们想放大到4K 的话呢，我也推荐你们先放大到2K，然后再用2K 的结果去放大4K 啊。为什么呢？因为1K 直接放大4K 呢，它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噪点所以说呢，还是推荐你们先放大成2K，再放大成4K 啊。那么这个 CLR 的这个放大呢，它的模型啊有一个3B 的，有一个7B 的。那么3B 的话呢，如果你们的显存比较小啊，你们可以选择这个 Q4KM 啊，像我这个 FP16的模型呢，大概大小是7个 G 吧，所以说8G 的显存其实是用它还是有点费劲的啊，可以用 Q4。那么7B 的话呢，我觉得你们8G 的显存基本上就可以放弃使用7B 模型了啊，它这个模型很大，即使是 Q4的量化，应该也得有7个 G 啊，7个 G 可能不到，可能5、6个 G 啊，你们可以试一试 Q4的量化
啊。那么后来呢，这个 ComfyUI 的新版它也支持了 int4的这个模型啊，int4的量化模型，新版 int4量化的模型好像也是速度更快，而且质量也不赖啊，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但是它应该需要新节点支持。然后设备扩大零啊，需要交换的块啊，这个呢显存如小的话，你就把这个值尽量调大一点。哎，3B 的模型呢，它可以最大设成32；7B 的模型呢，最大可以设成36。然后卸载设备啊，CPU 这个你们不需要动。如果是50系的显卡呢，你们安装了 Digitation 3的话呢，你们可以打开这个3啊，它的推理速度会快一些。哎，那么通用的呢，这个40系、50系的就是 Digitation 2啊，那么30系以下的呢，用 Digitation 2好像是不行的啊，你们就用原生的 SEPA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分辨率和最大分辨率呢，它就是代表着我们要放大的尺寸啊。那么分辨率这个2048呢，它就是你要放大的图像的最短边它的尺寸啊，要放大到2048。然后呢，4096的最大分辨率呢，就是它的长边最大不能超过4096啊，这就是它放大的尺寸。那么我们直接点击运行，我们来看一下，随机种子还不对吗？我自己手输一个啊，CWR 对随机种子的值好像有要求，好像有要求，再试一下。啊，这里就放大成了一个2K 的图像。哎，那么放大成2K 之后呢，我们再放大4K 啊，再放大4K。那么放大4K 呢，我们先把这个2K 的屏蔽掉啊，然后我们直接点运行。哎，那么它就开始直接跑的这个放大4K 了啊，它就不会再跑这个放大2K 的这个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节省时间吧，而且呢也不会让你要放大的这个图变乱啊。只不过是它那个提示词，你们确实接的时候需要小心一点啊。像我刚才呢，就是把本地优化提示词优化之后关掉之后呢，忘了把这个小助手优化提示词接过来了。这个4K 啊，我这个显卡跑的还是挺慢的啊，花了1分多钟啊。这个4K 的放大效果，你们可以看一下，哎，这就是4K 放大后的效果，这是放大之前的效果，哎，这个放大之前显得有点糊是吧？哎，包括这个2K 其实也很明显啊，2K 给你们看一下，哎，这是2K 放大后的，哎，这是2K 放大前的图像啊，确实还是有作用，对吧？哎，所以说，如果你们最后想得到一个4K 的图像的话呢，哎，你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哎，生成一个美人照片之后啊，直接哎，最后放大到4K。好，这就是咱们本地的工作流啊。那么本地的工作流呢，哎，我也会把它放在这个网盘里，哎，那么它需要的这个模型啊，都在这里面的。哎，节点的话呢，啊，你们可以到 GitHub 上去搜一下啊。那么因为呢，你们如果想从我网盘里下节点再安装的话呢，它很容易被识别成本地的节点啊，就不会再自动升级了啊。所以说，我还是推荐你们直接去 GitHub 上找它节点的安装地址，然后通过启动器在线安装的方法安装它啊，或者是通过这个 Manager 啊去在线安装啊。这个你如果从我网盘里下的话呢，很容易把它变成离线节点啊，它就不会自动更新了。然后模型的话呢，你们可以直接把我这里面的模型下载啊，下载的话呢，直接整个文件夹，哎，这个粘贴到你们的 Model 文件夹里啊，粘贴到你们的这个 ComfyUI 下面的 Model 文件夹里就可以了啊。那么如果你们想再细致一点的话，你们可以在这个 Clip 里边啊，比如 Clip 里边新建一个文件夹啊，Zimage，然后把它放 Zimage 文件夹里，哎，这样的话呢，你们后期会要区分一些啊。这是工作流啊，这是模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RunHub 线上版的工作流啊，它跟我们刚才的本地版的工作流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在这里呢，首先我们的这个模型啊，我们这个是模型的话呢，哎，在这里采用的是 V7版本那个模型，哎，然后呢，它用的是这个瑶光的这个 LoRa 啊，也是瑶光的 LoRa，哎，然后 VAE 呢也是 UltraFlux 啊，哎，这些呢都跟本地的是一样的，哎，那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于提示词的优化。首先呢，RunHub 它没有 TE 这个插件，所以它呢最新只能采用千问3.5
啊。当然呢，你们打开列表，你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开源的一些模型啊。但是呢，这些模型并不是说哪个都能用啊，因为我们的工作流呢，通常它是用24G 的显存的这个电脑跑的啊，所以说你们也跑不了太大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啊。所以我推荐你们还是老老实实用3.5吧。啊，这个如果是要用这个提示词优化的话，当然3.5的效果确实这个9B 对吧？哎，确实没有35B A3B 的效果好，我觉得是。啊，那么如果你们还想着像提示词小助手那样调用 API 啊，用这个闭源啊，或者是服务器的这个 API 大语言模型去进行提示词优化，可以吗？可以。啊，我们的 Running Hub 呢，它提供了一个这个节点啊，Running Hub LLM API。哎，那么呢，你们如果想要使用的话，哎，你们可以在它这个API Key 这个地方，输入你们的 API Key，然后呢，就可以使用它了。输入 API Key 之后呢，把这个 string 啊连过来啊，就可以使用 Running Hub API 推理的结果了啊。那么这个 API Key 在哪儿找呢？啊，在哪儿找呢？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啊，这里有个 API 呢有一个获取密钥，在这个获取密钥呢，你们可以在这里，建一个自己的密钥，然后复制一下，然后粘贴到这里，就可以调用 DeepSeek V4了。那么如果你们想用别的模型呢，也是可以的，在我们的这个模型列表里，LM 模型列表里，这里呢就是你们所有可以调用的这个用于提示词优化的这个模型，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国产的，对吧？大部分都是国产的。啊，不过对于中文提示词优化来说的话呢，国产其实是更好的啊。这是 Running Hub 上的这个在线提示词反推。那么平时呢，其实用这个千问呢也就够了啊。那么这个在线的提示词反推它怎么收费呢？啊，这个节点呢，它其实收的也是 RGB 啊，不是说非得充值现金才可以啊，也是收的 RGB 啊。然后采样输出的话呢，它就跟刚才是一样的了，跟本地版的节点是一样的。然后2K 的放大呢，也是一样的，4K 的放大也是一样的啊。使用呢就是这样的。好，所以主要就是提示词反推跟本地版不太一样啊，其他的呢，基本都是一样的啊。这也是输入图片尺寸，这是输入提示词，然后这是随机种子，随机种子的话，你可以给它选择一个固定，然后每次自己输一个值就可以了啊，好吧，那么我们在线的工作流呢就是这样的，好，谢谢大家。